吃着来到主人家的第一顿饭，阿威满足的不行。怎么样，还是熟的东西好吃吧？而且啊，咱们主人又疼我们，你以后啊可千万不能偷懒干活，知道没？我晓得啊，以后一定替你好好干活。阿威笑嘻嘻的，见阿威这么上道，知道他的潜在意思，凌波便开心的用虎头蹭了蹭他，可把阿威给甜的一直咧着虎嘴笑。一旁的花熊和黑曜没眼看呀，觉得这俩货大庭广众之下这么不害臊。黑曜，今晚就咱们两只一起睡一个房间了。某只虎现在要有了配偶，得搬出去到另外一个房间睡了。为什么？就一起睡一间房间就好了嘛，干嘛我们要搬出去另外一个房间睡？你不害臊，我和花熊还害臊呢。万一你俩忍不住在我们面前交配了怎么办？我们岂不是得戳瞎眼？嘿，这话对得太厉害了，花熊都忍不住笑了起来。论毒舌呀，还得是黑曜行。凌波和阿威被黑曜对得脸色讪讪的，这一层他们都还没考虑到呢。于是就这样，凌波和阿威被冷月安排到了中间的那个房间去睡，并且要求阿威脏了就要洗澡，不能带着脏兮兮的身体到床上睡。阿威哪里会不同意呀？他光是看到这么舒适的房间，他做梦都要笑醒了。晚上，花熊和黑曜一个在床上，一个在地上摸着黑聊天。我明天要准备回墓里了，已经出来玩了好几天了。说实话，他乐不思蜀了，一想到回去那个空荡荡的墓穴里，他的心就空落落的，好像是缺了一块似的。没事儿，就回去几天而已，你很快就又会过来了，俺等你过来找俺玩。黑曜被他这么一安慰，倒是觉得没有那么不舍得这里的一切了。辛苦你了，下去领赏吧。探子一听，瞬间觉得自己的辛苦有了回报，立马开心的领命下去了。待那探子走后，华元瑞才快速的打开了信件。当他看到里面的内容时，他的神色越来越严肃，脸上的笑意早已没有了踪影。阿依看着他们的主子的脸色变成了这个样子，心想这信的内容是不是非常不好啊？信中冷月提及的每一步都是精心策划好的，让他没有任何理由拒绝。唯一能想到拒绝的理由，可能便是自己心中过不了的那道坎儿吧。王爷，何事？您这太久了，该坐下休息一会儿了。知道了，你下去吧，顺便把姚军师喊过来一下，老王有事与他们协商。华元瑞的喉结滚动，儿女私情又怎比得上国家利益呢？他是未来华阳国的国君，要考虑的只能是整个华阳国的利益，而不是一时的儿女情长。他应该庆幸现在还在萌芽阶段，还可以及时遏制它长成参天大树，到时候再抽丝剥茧，只会更加的痛苦万分。很快的，姚军师就匆匆来到。王爷找末将有何事要相商？你看看这封信。华元瑞把冷月写的信交给了姚军师。姚军师平常看信很快，但是这封信他看得很慢，仿佛是一遍又一遍的看。半晌，他抬起智慧的双眸。王爷，想必你喊末将来，其实是心中早已有了决定吧？这封信的内容他反复看了3遍，每一遍他都对这个叫冷月的女子佩服不已。一个女子竟会有这等惊天的本领。他不仅列举出了华阳国目前所有存在的弊端，还针对这些弊端分析了一遍，承诺如果让他建立好城池，那么这些弊端就会如何得到解决。而且他还在信中提及，他如今已经拥有了抵御大风的建筑材料，并且已经得到了验证。如果是普通人提及建城池的事情，恐怕等待的是被制裁被绞杀，而他冷月有理有据有资本，若是杀了冷月，只会让他们遭受损失而已。所以瑞王的答案早已在心中，而叫他过来也只是让他参详一番罢了。冷姑娘，我又给您送信过来了。郝父说着就笑嘻嘻的递过了一封厚厚的信。看着这么厚的信封，冷月顿时猜到了对方的意思，看来合作成了呀。此时是晚饭的时间，上岭村各家各户的饭桌上都是有些躁动。因为年前吴镇去了海域赚了钱回来之后，他们家过了个好年，所以他们有的人家就去旁敲侧击，问出了海域的雇主有可能在年初7、初8这2天在县城张贴招工启事。这不，一家知道，全村都知道了。这眼看着明天就是年初7了，他们的心就焦虑的不行，生怕那雇主不来招工了。特别是吴大头一家，
娘，爹和大田都去县城看了，顺便叫小叔一起去呗。咱们家现在缺钱的很，今年还要盖房子，给小叔娶媳妇儿，2个人去赚钱肯定是赚得不够的，所以我建议小叔一起去赚，这样也能赚多一份钱。刚刚吃完饭准备要走的吴二蛋，一听他那个与他不对付的大嫂又开始作他的腰了，便生气地对着他吼道：我的事儿还轮不到你做主。随后又转过头对着他娘说道：娘，你管管他，哪家的大嫂像他这样针对小叔子的？钱菜花故意扭头假装没有听到他的话，因为他承认他刚刚被他大儿媳说动心了。吴二蛋看着他娘这副被说动的样子，气得在心里直骂娘：娘，你这样子就是认同他刘小河说的话了是吧？行，既然这个家容不下我了，那我走好了。说完就气冲冲地走出了家门。大家这次没有纵容他，因为他们都觉得刘小河的话说得很对。娘，你这样子就是认同他刘小河说的话了是吧？行，既然这个家容不下我了，那我走好了。说完就气冲冲地走出了家门。大家这次没有纵容他，因为他们都觉得刘小河的话说得很对，房子也是盖给他娶媳妇用的，他一起去也能挣多一份钱，而且也知道他的脾性，这大晚上的他在外面肯定待不了多久就会自己回来的。此时吴东家也在商量着明天是否要去县城看看事情。阿弟，你说咱们明天要不要去县城探一下？万一你之前那雇主明天就来张贴招工启事了，那咱们不是没戏了？大哥，你放心，我其实是故意告诉那些人说是初7、初8这样子的，谁让他们老是嚼咱们家的舌根儿。现在有事求我们家了，我偏偏得溜一下他们才解气。那阿弟，你那雇主其实是初几？雇主只说是初8，但具体是不是初8还待定，咱们初8早上去那里等等看就知道了。那行，一想到你溜了村里那些人，大哥心里就舒坦了。一旁的吴东听到自己大儿子笑得那么大声，忙笑骂了他们：哎呀，得了，你们俩兄弟，小声点儿，别被路过的听见了。是啊，大哥阿弟，别真给路过的人听见了，然后过来指责你俩。第二天一早，郝富吃了早餐过后就拿着书信，然后骑着马走了。虽然他也不想这么快走，但是上头似乎急着要这封信，所以他不得不快点送回去。对于他来说，享受了一个晚上，也对得起他来回跑这一趟了。此时上岭村很多户人家一大早就爬起来走着去了县城，其中也包括吴大头3父子。没错，就是3父子。就这样，这些人顶着寒风在公告栏旁等了整整2个时辰。中午饭的时间都到了，也不见到有人来张贴招工启事。这江州啊，不比海域，即使是开春了，天气还是冷得不行。更何况这些都是穷苦人家，御寒的衣物本来就是又旧又单薄。于是随着又一阵的寒风吹过来，人群中终于又有人开始骂骂咧咧的了。哪你个熊的，肯定是吴镇那个小瘪三忽悠我们，不然怎么可能等了这么久还不见有人来张贴招工启事？就是，肯定就是他骗咱们的，估计年前的事他还记在心里，所以找了这个机会报复咱们。这时人群中却是有一道和谐的声音响起：可是他也没有说让咱们今天来呀，人家只说初7、初8这2天，没说一定是初7呀。我说吴六子，你干嘛替吴镇说话？你想找打是吧？吴大友的脸上此时是凶狠无比的，瞅着像是要即刻动手打人一样。大家别被他的话给带偏了，本就是吴镇忽悠咱们大家的，不然他自己怎么没来？对呀，他自己都没来。这么说的话，他肯定是知道不是今天，所以才会没来。奶奶的熊的，走，咱们回去质问一下他。行，咱们一起去。待他们这些想要讨伐吴镇的人来到吴镇家时，却发现村长吴鹤在吴镇家的院子里正喝着茶呢。村长，既然你也在，那正好给我们这群人讨个说法。吴鹤悠悠地问道：讨个什么说法？你说。吴镇会我们大家一大早就去县城那里等，结果吃了一肚子冷风，也没有见到所谓的雇主来张贴招工启事。是啊，村长，吴镇太不是个人了，他都不知道我们一大早过去县城受了多大的苦楚啊！我们家连早饭都没吃就过去了，现在肚子都饿得快不行了。对，他们家必须得给说法，不然可别怪我们作为同村人不留情面给他。不留情面？怎么个不留情面法？我是逼着你们今天去了还是咋的？我是喊你们去的吗？我觉得你们有时候还特别搞笑，明明是自己非要今天去的，反而跑回来怪我。
我说了，人家雇主可能初7、初8来招工，没说一定是初7啊。你们自己心急如焚，非要今天去，还怪我？是不是以后去了，人家雇主不招你们，你们也得怪在我身上啊？怪我挣到钱了，让你们心动了？吴震一脸嗤笑地说完。待他说完了，他身旁的吴壮也笑了笑，他觉得他弟弟真是太会说话了。众人见着吴震这般巧舌如簧，一时也不知道怎么回他。只有吴大友眼珠子转了转。你指定是知道人家雇主初8才来，所以你今天才没有和我们一起去县城查看，不然以你这种已经尝试过了挣钱的人，肯定比我们还着急。我说大友叔，你怎么这么针对我呀？难道我得罪你了？我为什么今天不去？是因为我想着人家雇主一定会要我的，毕竟我干活不偷奸耍滑，认认真真踏踏实实的，所以我才不着急去的。而且反正村里人去了，如果被雇佣了，肯定也会回来收拾东西的，这一收拾东西，那我不就顺势知道了吗？放屁！你怎么就知道人家雇主就一定要你了？而且说的我们这些人去干活了就会偷奸耍滑似的。吴震听后心中嗤笑，你们会不会偷奸耍滑我不知道吗？还非死要面子嘴硬。随后悠悠地回了吴大友。我直觉人家雇主一定会要我的，行了吧？毕竟我之前干活的表现很不错，不然人家雇主也不会发了4斤的野猪肉给我拿回家过年啊。他这话引得大家齐齐吞咽口水，他们都还没有尝过野猪肉的味道呢。村长，事情的经过你也都清楚了，您快管管他们这些人吧，自己心急却来会告诉他们消息的好人，这样的话以后谁还敢做好人啊？吴贺见茶也喝得差不多了，便起身撂话：得了，你们这群人，这件事情吴震没有错，错的是你们太心急了，都散了，明天再去县城看看。大家见村长都这样说了，也不好再说什么了，于是都是怀着满肚子的怨气走了。果然高薪不怕没人干活呀。那些个过路人都很好奇，这里为什么会聚了这么多人呢？哎，你们这些人是去哪里干活的？怎么我都没听说县里哪个大户人家招工呢？被逮着问的那人是元明村的，性格比较纯善，所以便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我们是要去海域干活的，那边工钱高，吃食好，关键是雇主人又好。这海域那么危险，你们为了钱都不要命了？你不知道，人家海域啊一点也不可怕，我们年前去过1个月了，人家雇主让我们建的房子是又大又牢固，一点也不怕那大风。真的假的？你们年前去过了？对啊，不然我们这次怎么这么多人？那路人顿了顿，然后忍不住不好意思的又问了一下：那个工钱多少？70文钱一天。乖，这么多？我以为就顶多50文钱一天呢。这普通的工种1个月也才100来文钱，人家这一天都有70文了，那1个月不得有2两多银子呀？一想到1个月有2两银子，那路人及他身后的好几个人都扒着不走了，因为他们要留下来看看是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那他们也想去啊。一旁的吴大友见那个蠢货居然还透露给别人，心中是无比的生气。这么多人都不知道能不能竞争的过来呢，你还往里面拉人，真是蠢而不自知啊。冷雇主，您终于来了，我们就盼着您过来呢。你们都这么准时，看来都不需要我再张贴招工启事了。今天只招20个人先，等10天之后，我会再来招一批差不多的200人的。我的招工条件还是一样的，必须要吃苦耐劳，谨守本分。发现有偷奸耍滑的，一律不发工钱，而且还要自己走回来。听到这话，大部分人是开心激动的，但有少部分本来就想过去摸鱼拿工钱的，顿时一脸的不忿。那万一你故意说我们偷奸耍滑不发工钱呢？冷月瞥了他一眼，就立马知道他就是个所谓的偷奸耍滑之人了。你不用担心，因为不雇佣你。凭什么？我不就是问了你一句话而已吗？难不成你真想故意不给工钱啊？凭什么？凭我是雇主，凭我是发工钱的，我想要雇佣谁就雇佣谁，轮得到你质疑吗？那人平时在村里也是耍横惯了，被冷月这么一说，瞬间就火大的冲上前想要打冷月。吴震和柳柱子他们上一批去过的人都知道他们这个雇主的本事的，所以心里都在嘲笑那个人的不自量力。果不其然，还没等那个人走到冷月的跟前，就被冷月一脚给踢出去了几米远。大家都看清楚这个人的下场，想要好好干活挣钱，就都给我老实点，别逼我动手动脚的。就这样，冷月一脚发挥了震慑作用，那些原本就想去偷奸耍滑混工钱的人，此时个个都是成了缩头乌龟了。
这次的活依旧是建房子，上次那批人里站20个出来跟我走。听到这话，吴大有和吴晓明的脸色瞬间就不好了。他们信誓旦旦说今天会被选上的，结果打脸了。于是他忍不住出声问道：这位雇主，那10天后你们招的是干什么活的？这位雇主，那10天后你们招的是干什么活的？什么活都有，只要你们吃苦耐劳，不愁没有你们的活干。随后他又朝着其他人说道：大家今日没有选上的，都回去通知家里或者亲戚朋友们，只要吃苦耐劳不嘴碎的，而且年龄在14到50岁，无论男女都招。我的目标人数暂时是200人，不确定到时候会不会再加。这话顿时引得场面一度失控。除了上次去过的人，其他人都在交头接耳的讨论这件劲爆的消息。这么大的工程啊，居然需要这么多人干活。你管人家什么工程？专门只要能干活挣到钱就好了呀。也是，咱们在乎的不就是挣钱吗？可是这么多人，他发得起这么多的工钱吗？别到时候咱们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不可能吧，上次那批人都去过那里了，钱也照样发了这么多，听说还额外发了4斤野猪肉呢。这么豪气，哎呦，看来人家真的很有钱。哎，我等会儿回去务必通知一下我的亲戚朋友们。哎，我也是，我让我家那婆娘到时候也过来，这样也能有个伴。一时间场面热闹的再度把路过的人都给吸引过来了。随后之前那批29人里都是面面相觑，因为他们都想去。看着他们都想去，冷月干脆的让他们都去了，因为他想着剩余的人可以提前去帮他开垦荒地，毕竟他们上次都表现得不错。因为临时多了9个人，所以骡车非常的拥挤，除了赶车的冷月和许青云，其他人都是站在车上的。虽然比较辛苦，但一想到大家又可以齐齐整整的过去海域干活了，他们就觉得这份辛苦很值得。哎呦，这不是今天必定会被选去海域干活的人吗？怎么是人家雇主没来吗？嘿嘿，我看不是雇主不来，而是某些人呀没被选上吧。毛金花这下可出糗了，今天早上还早早的和咱们夸下海口呢，说她男人和她儿子今天必定被选上。呀，是啊，如今这灰溜溜的打道回府，可是笑死我们了。吴大有没想到有一天自己会成为别人嘴碎的对象，平常都是他的婆娘嘴碎别人的。哼，你们别在这里阴阳怪气了，不只是我们俩父子今天没被选上，你们家男人和儿子也没有被选上。这话让那几个婆娘十分不信，因为他们到现在还没有看到他们的男人和儿子回来。说谎？那为什么我们还没有看到他们回来？因为我和我儿子是最先回来的，这都没被选上，还在县城磨磨蹭蹭干什么？吴大有嗤笑。切，就这样还敢嘲讽咱们？爹，回去就让我娘以后别理这些婆娘了。吴晓明有些不高兴地说道。只能说呀，他自己也不想想自己娘的那副德行，又和那几个婆娘有什么区别呢？无非是蛇鼠一窝，半斤八两而已。很快的，村里今日没被选上的人都陆续回来了，而紧跟随着的是每家每户的吵闹声、疑惑声、惊喜、讶异声。你说那雇主说10天后会再招一批200多人的，而且女人也可以去。问话的是毛金花。你别想了，人家雇主明摆着说了，说不要嘴碎的和偷奸耍滑的，要是发现的话，到时候1分工钱也不给，还让人自己走回去。吴大有，我在你眼里就这么不堪吗？是不是？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吴大有，我在你眼里就这么不堪吗？是不是？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好啊，吴大有，原来你就是这么想我的。我看你不想我去，是因为想在那边勾搭别的女人吧？这话多少是有些胡搅蛮缠的。他也不想想，就吴大有那没钱的样，哪个眼瞎的会看上他呀？吴大有不想理他，本来今天就够累的了，他还一个劲儿的胡搅蛮缠。快去把饭端上来吃了，我饿了。说不清楚，别想吃老娘做的饭。哎，我要怎么说清楚啊？你那问题完全就是胡搅蛮缠。我吴大有那个本事去勾搭别的女人吗？这话让毛金花语噎。好吧，吴大有确实没有那个本事。得了娘，爹刚才说的没错，您不适合过去。万一那雇主发现你偷懒或者嘴碎什么的，把我俩一起赶回来了，那咱家岂不是成了上岭村乃至其他的村的笑话了？他敢？那雇主要是真赶我们一家回来，我非闹得他海域不得安宁。吴大有看着毛金花那副蠢笨的模样，心道：
我当初是怎么瞎了眼看上这婆娘的？人家要是真的那么好惹，我会不让她去混工钱？娘，还是别了吧，那雇主凶得很，今天还踹了咱们村的吴二牛呢。不就是踹了一脚而已吗？怕他干什么？那吴二牛有没有让他赔钱？那一脚直接让吴二牛最后被抬回来了。吴小明这话直接让毛金花怂得咽了咽口水。乖乖呀，这什么力气呀，一脚就能让人伤重的被抬着回去了。这边的毛毅回家之后都还没有来得及开口呢，就立马遭受了他爹毛德的谩骂。你回来干什么？你是不是偷跑回来了？他爹，你干嘛那么凶他？不去就不去呀，反正海域那么危险，回来正好。这样啊，咱们一家就不用担心了。是啊爹，阿姨回来也好。好个屁好啊！你们不当家，怎么会知道家里现在银钱紧缺？他不去干活，家里接下来哪里有收入？而吴叶梅很无奈，家里的钱一直以来都是她男人管的，她哪里能知道家里有多少银钱啊？可是家里再怎么缺钱，也不能拿儿子的命不当回事啊。什么拿他的命不当回事了？人家柱子不是家里的独苗，人家没有好好的活着回来，你没发现吗？柱子都胖了一圈了，而且精神头特别好。胖和精神头好证明什么？证明那边伙食好，活儿也不辛苦。柳月如被他的话提醒了一下，年前他弟弟来的时候，他确实发现他不一样了。起初他还以为是家里最近的伙食好了，却没想到是因为去海域吃的。富贵险中求，咱们还是别冒险求富贵了，儿子平平安安才是好的。爹，不是我自己不去，是柱子没有提前打探清楚，人家雇主今日只招20人，而且还是上次那批去过的人。你是说所有今天去的人，除了柱子那批之前去过的，其他人都不招，然后都灰溜溜的回来了？对。你为何现在才说？嘴没长在你身上吗？也不知道你这性子像谁，唯唯诺诺的。他爹，你别老是这样说义儿，你这样说他会伤心的。你说这柱子也是啊，自己啥都不清楚还跑回来喊你去，这不是白忙活一场吗？对了，那雇主有没有说什么时候再招？说了，说10天后再招一批200多人的，而且无论男女都要。义儿，那岂不是娘和你媳妇儿也可以陪你去啊？你和刘氏去也可以，这样也能挣多2份钱。毛德这个算盘打得好呀，他自己在家安逸过日子，让家里人都去干活挣钱。按照他的话来说，曾经他努力奋斗过了，如今是他该享福的时候了。就这样，这件事情就这么被安排下来了，就等着10天之后3人一起上阵。海域10天之后大量招工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江琪的耳朵里。李师爷，你等会儿去查查这次海域招工的是什么人，竟敢在本官的眼皮子底下搞这么大动静。是，学生这就去。说着便疾步出去了。经过李师爷的一番调查，1个时辰之后便有了结果。大人，学生已经查出来了。哦，这般快？那你说说，都查到了些什么？学生走访了一趟，发现海域此前还有招过一批人去干活，然后学生便找了其中几户人家进行了查问，从他们各自的口中得知，海域那边的人是之前从北部逃难过来的，并没有什么背景，就是有钱了点，听说建了一大栋房子，豪华的很。听到后面这2句话，江琪的脸上闪过了几丝异样的表情。既然他们无任何背景，又那么没有礼貌的，没有提前和本官打招呼，那就去教育教育他们。虽然海域没有属于任何地界的管辖，但离我江州景和县最近，本官作为这地带的父母官，怎可让他们北部的迁入者随便的入住和开垦呢？大人说的对，再如何，海域地区都属于咱们南部的地域，也是挨着咱们的景和县。您作为当地父母官，理应去教育一下他们这些没有礼貌的闯入者，连这么大的事都没有提前和您打招呼，可见他们没有把您放在眼里啊。李师爷卖力的附和道：你即刻带30个捕快去海域传达一下本官的指令，说他们因为没有和本官提前打招呼，属于非法闯入行为，必须要严惩不贷，明白了吗？明白了。随后一群人便浩浩荡荡的往海域出发了。报告县令，瑞王发来紧急函件。快骑着快马去追李师爷他们，告诉他之前的计划作废，不要惹海域那帮人。捕快一听，立马就去执行了。待捕快走后，江琪才瘫软的靠在了椅子上。
这上天是在和他开玩笑的吧？怎么会这么捉弄他呢？原本以为无背景无靠山的一般人，却没想到摇身一变，成了瑞王口中未来那片海域的主人。这要是来不及阻止李师爷找他们的麻烦，那自己这个官儿恐怕就要当到头了呀。就在他闭着眼沉思之时，外面又跑进来了府里的一个家丁。报告县令大人，府里发生大事了。发生了啥大事？夫人被抓奸在床了。是哪个夫人？是袁夫人。什么？江琪瞪大了双眼，拍案而起。给本官说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紧接着家丁就一五一十地把事情的经过说了出来。听说到袁氏身上没有挣扎的痕迹，他瞬间就知道袁氏之前肯定是和那个男人苟合过了。这个水性杨花、放荡不堪的女人，她怎么不去死呢？一想到府里上上下下都知道了这件丑闻，江琪的脑门就疼得厉害。看来不是上天对他太好了，而是上天在极力捉弄他呀。去把大少爷找回来。说完，人就华丽丽的晕倒了。李师爷看着面前豪华无比的大房子，心中的贪婪越来越大了。你们家主子呢？快让他们出来见我。冷一从容淡定地问道。这位大人，我们海域的主子正在休息，我是海域的管事，不知您此次过来有何贵干呢？我不和你一个小管事浪费时间，赶紧把你们主子喊出来，别逼我带着人把这里封了。只见冷三从人群中只身走了出来，面容清冷，嘴带讥讽。李师爷，你好大的口气！我们这海域不属于任何地界的管辖，请问县令有何资格派你过来逞威风啊？李师爷似乎是认出他来了。是你？你为何在海域？哼，哦，本师爷倒是忘了，你被卖去牙行了。怎么，是海域的人买了你啊？说起这件事，我还需要你替我谢谢县令呢。如果不是他卖掉我们，我还遇不到这么好的主子呢。这么好的主子，本师爷看你等会儿还好不好？我告诉你，县令说了，你们主子因为私自征用海域土地，没有提前报备，属于非法闯入，不给我们县令一个好的交代，就别妄想留在海域。锦河县的县令真是好样的，这都敢管到我冷月的头上来了。李师爷和捕快们闻声看去。你就是海域的主人？你刚刚说你们县令说什么？说我们是非法闯入，还说要给他一个好的交代。冷月他敢肯定，那个江县令肯定是还没有收到瑞王的指示，不然他也不会这么狗胆的来勒索他。锦河县的县令真是好样的，这都敢管到我冷月的头上来了。李师爷和捕快们闻声看去。放肆！谁给你的胆量，胆敢不回本师爷话的，而且还敢对县令不敬？什么你们的县令？我告诉你，这片海域挨着锦河县，我们县令又是当地的父母官，理应替瑞王分担。所以不管县令有没有海域的管辖权，这片海域他都可以管。你确定他可以管吗？县令当然可以管了，别给本师爷扯东扯西。今天不好好给县令一个交代，你们就别想再住这里了。冷月睨了他一眼。哦，怎么个好好交代法？别给本师爷装不懂。我本来就不懂，何来的装？让我猜猜，是不是县令想我用钱孝敬他？胡说！县令怎么可能是想要你的钱？兄弟们，别和他浪费时间了，给本师爷拿下这般非法闯入的恶徒们！哼，既然这女人敬酒不吃吃罚酒，那就没有必要再磨叽下去了。所有人除了冷三冷四，其他人都推到一旁去。大家给本师爷上！天王老子来了都别停手！既然你这么有能耐，那我可得好好对待一下你了，让你知道扰我清梦的后果。冷月说着，一个过肩摔，把那李师爷狠狠地撂倒在地，随后面容无波，狠狠一压，咔嚓一声巨响，那是骨头掉灭的声音。钱江，你怎么来了？众捕快惊疑地问道。县令让我来命你们速速回去，不要再为难海域的人了。哼，你们县令真奇怪，前脚派人来想要讹诈我们海域，后脚又派人来说不要为难我们，这是唱戏呢，一出又一出的。今儿个不好好给我一个交代，都别想出了这片海域。这位姑娘，我们县令后面肯定会给您一个好的交代的，望您别生气。巧了，刚刚你们师爷可是说了，要我给他们县令一个好的交代，怎么如今反过来了呢？难不成你们县令派你们来逗我玩呢？钱江此时也是有苦难言啊，
这要他咋说嘛？随后他无奈道：“那姑娘，您如今想如何？”看起来我好像欺负了你们一样，你们跑来一通吵，又是放狠话，又是舞刀弄枪的，弄得我休息都没休息好。众捕快心道啊，合着是吵到他睡觉了而已。这样吧，为了补偿我，你们这6辆马车留下，然后再回去让你们县令夹紧尾巴做人，以后碰到我千万别再犯错了，不然我不保证他们全家还安然无恙的活着。这话让捕快们生无可恋，为什么受伤的总是他们这些小喽啰呀？马车都留给了他，那他们是要走着回去吗？那不得走1天吗？脚还能要吗？他们想问。如今已经是最好的处理方式了，所以钱江毫不犹豫就答应了。最后一干威风前来耍横的人们都是灰溜溜狼狈的返回了，而这一次的教训估计他们一辈子都会记得的。你怎么这么久才回来？出了啥事？有没有及时阻止李师爷？确实是出了事，而且没能阻止李师爷。没能阻止李师爷？那对方有没有说什么？大人暂且宽心，虽然没能阻止李师爷，但海域的人只是要走了6辆马车，然后惩罚衙里的弟兄们徒步走回来，并且只是让小的告诉您，以后见到他务必夹紧尾巴做人而已，其他的就不追究了。听到这话，江启虽然觉得很丢面子，但总比丢乌纱帽要好上100倍啊，所以他就脸色悻悻的点了点头。不过大人，李师爷被海域的女主人重伤了，现在还昏迷不醒，小的已经把他安置在了县衙，正请大夫看着。咋回事？带了这么多人还被重伤了？小的也不清楚，但小的到的时候发现衙里的弟兄们都在瑟瑟发抖，一听到小的说您召他们回去，好像都很迫不及待一样。听到他这么说，江琪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呢？这种情况肯定是海域的人震慑到他们了呀，不然以他们平时的胆量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怪不得能得到瑞王的同意修建城池呢，如今看来对方的实力委实雄厚，自己真是倒了8辈子霉了，才会想着去找人家的麻烦。你是不是我哥？你咋过来了？你看看你，都100年了，一点长进都没有。你看你哥我都修炼出脚了。还有，你地上那些是什么？我远远就闻到了一股酸臭味。黑蛇看着地上，不好意思的回道：那是我刚刚吐的。什么？你吐的？那些箱子也是？难不成你真的被那些突厥国人类追杀了？黑蛇点点头。对，那些人坏得很，不但闯进我的墓穴里打扰我，还想把离王的宝物全部抢走。幸亏他们不知道我听得懂人类的话，商量的计谋都被我听到了，不然他们肯定把我杀了。所以我逃走也不想便宜他们，就把这些财物全部吞进了腹中，然后一路游过来找你了。哎，黑曜不知道该怎么说他了，逃跑还不忘了把所有的财物拿走，也是没谁了。要是他的话，肯定财物都不要了就走了。不过他好像也没有财物了。想到这里，他突然脸上有些悻悻的。行了，赶紧把你那些家当收拾起来吧，明天记得叼去洗洗。黑蛇见他哥这么爱干净，只好应下了。在进来墓穴之后，他才觉得是回到了家，因为一切都几乎和他那边的墓穴是一样的。随后他开心的一个墓室一个墓室的游进去看了一遍。哥，你墓穴里的财物呢？黑曜心道：这哪壶不开提哪壶，这事我怎么好意思说啊？我送给我那些人类朋友了。啥？你竟然把离王给离王妃的陪葬物品都转手送人了？你知不知道，要是离王地下有知的话，你要受罚了。黑曜心道：那离王都不知道投了几次胎了，还地下有知。行了，你别唧唧歪歪了，我有分寸。黑蛇在心里吐槽：你有个毛分寸？你是不是被人类的花言巧语骗了？要不我明日和你一起去要回来。得了吧你啊，没完没了，赶紧闭嘴。你没看到我都修炼出脚了吗？就是那人类帮我的。行了，你以后就安顿在这里了，等我有空的时候再指导你一下就好了。徽州城里弥漫着一片悲伤的气息，因为就在刚刚，躺在病床上多日的岳将军终究是因为伤重而撑不住死了。都怪我，要不是我，老岳也不会死。王爷，属下有罪，属下有罪呀！要不是属下不再三分析敌方的战术，岳将军如今也不会死。华元瑞看着他这样，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别自责了，如今说这些又有何用？
现在敌方还在虎视眈眈，就等着看咱们这群伤心的面孔。如今的痛苦只会让他们痛快罢了。都打起精神来！如今要做的是让人好好把岳将军的遗体运送回去，然后全力的对抗突厥国，给岳将军一个交代。这些话让在场的人都快速的抹掉了眼角的泪水。瑞王说的对，只有打起精神，全力对抗突厥国，才能有可能把突厥国打败，然后给岳将军一个交代。与此同时，景和县这里悲伤的气氛截然不同，处处充满了喜悦攀谈的声音，而且人潮涌动，好不热闹。这是海域10天后的招工现场。哎呀，大家都排好队，一个一个的来。想要去海域干活啊，每个人必须回答我的一个问题，通过了才可以入选，明白了吗？说话的是林婆子。冷月今天特地的带着她和冷云过来，一起做招工的面试官。这海域的雇主真是多事，老娘能去给他们海域干活就不错了，还搞这么多小动作，真是活久见的无聊。听好了，每个人的距离需要保持在3尺之外，需要面试后在旁边稍等啊。林婆子的面试问题从单单的会什么，渐渐演变成了各式各样意想不到的问题。例如，如果遇到有人在聊别人的事儿，你应该怎么做？还有就是，如果遇到有人掉到水里了，该怎么做？等等这些问题。说起来呀，这最后的2个问题还是他闺女出发前教他的呢，为的就是区分那些三观不正和嘴碎八卦的女人。哎，姑娘，您今日这么晚来啊？快请进吧。进来之后，在店铺里算账的掌柜也抬头看到了冷月。哎，姑娘，又来买粮了？我今日要10大袋大米，10大袋糙米，5大袋面粉。姑娘，您是不是要囤粮啊？不是，是突然人多要吃。这话引得掌柜侧目。难不成您就是海域的雇主？没办法呀，今天热闹哄哄的，他在店铺里都有所耳闻了，知道海域在招大量的工人，而且雇主还是个漂亮的姑娘。要不是店铺的伙计都是干了几年了，估计也都被吸引而走了。冷月没有否认，直接点了点头，然后催促道：快让人给我装粮食，我还要赶着回去呢。哎，你们2个还在发什么愣？没听到姑娘说的话吗？掌柜看他这么着急，便喊了还在发愣的2个伙计。2个伙计一听，立马就回了神去干活了。很快的，15袋粮食就装好了。冷月看着装好的粮食问道：总共是多少钱？姑娘，1袋大米是100斤，1斤是20文钱；糙米同样也是100斤1袋，1斤是15文钱；面粉也同样1袋是100斤，1斤是16文钱，所以总共加起来是43两银子。冷月听后立马就痛快的给了银子。今天辛苦你们了，我走了。这是我们应该做的。那姑娘，您慢走。爹，看来吴镇之前没唬咱们这些人，这海域真是太有钱了，无论是吃饭还是住处，待遇都太好了。这要是让我在那干一辈子都行。知子是莫若父的，吴大友还能不知道自己儿子在想什么吗？你想一辈子在这里干，人家雇主也不可能要一辈子的工人啊，蠢蛋。他儿子想的倒美呀，要是可以，他都还想一辈子在这里呢，何止他一个人想啊。而另一头的吴大头父子也在讨论着今日的所见所闻。没想到海域的雇主真的这么有钱，就那2栋大房子，光看这外表就知道有多奢华了。咱要是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死也瞑目了呀。吴大田听后有些懵，难不成不住这么好的房子就死不瞑目了吗？那这样的话，那岂不是不可能瞑目了？原来野猪肉是这味道的呀，还挺有嚼劲的。怪不得吴镇那臭家伙老是显摆他得到了4斤野猪肉。爹，如果每天都有这种饭食就好了。估计啊，还真有可能每天都有啊。就这雇主的大方劲儿，再怎么的，每天至少有一顿肉菜。吴大田一听，感觉世界都美妙了。要是真这样，让我在这里干一辈子活儿都愿意。那咱们干活积极点，别被别人比下去了。你爹我看得出这里的雇主喜欢勤快的人。也幸亏二蛋没来，不然咱们再怎么辛苦干活，他拖了后腿的话，咱们的努力就白费了。吴大头听他这么一提醒，也是有些庆幸。你这个弟弟啊，以前我和你娘太宠他了，都把他搞得如今还要我们养活，真是晦气。想到这儿，他的心里暗暗发誓，以后坚决不宠他了，不干活那就不给他饭吃。哼！怎么是你大半夜的跑来？快上来吧，我还以为是谁呢。这时候，住在隔壁的凌波和阿威也噔噔噔的跑了出来。
黑曜，你咋这么晚来了呢？凌波问道。黑曜的蛇眼看了他一眼，不想吭声。他也想早点到啊，奈何当时和他弟弟耽误了一下。冷月见黑曜不想说话，便挥手让凌波两只下去睡了。别在外面逗留了，快点上来吧。很快，一溜烟的黑曜就从下面爬了上来。你在外面等着，我去里面叫花熊出来陪你。这话一说完，黑曜忙声道：“哎，女人，给我弄点吃的，我好饿。”冷月的心里啐了一口，这一个两个的都把他当饭票了，当保姆了。你等着，我晚一点拿吃的出来。待冷月进去公寓之后，发现花熊已经处理好鸡了。主人，是喝药过来了吗？是，你出去陪他吧，我洗完澡就弄吃的给你们。冷月点头，也幸亏抓了2只鸡过来弄，不然都没东西给黑曜那货吃了。随后他快速的洗了澡之后，便开始着手烤鸡了。烤着烤着，冷月突然觉得下次啊，应该弄个炒鸡来吃，老是吃烤的，他们不腻，自己都烤腻了。公寓外头，花熊正开心的和黑曜聊着天呢。意思是，我走了之后，你和那女人在里边睡。意思是，我走了之后，你和那女人在里边睡。是啊，俺主人可疼俺了。黑曜可不承认自己心里不得劲儿了，凭什么那个女人给这熊进去睡，他却不给？等会儿我也要进去睡。哎，你别想了，只要你来了，主人肯定让俺跟你一起在外面睡的。花熊心道，要不是俺喜欢和黑曜相处，俺才不想出来外面睡啊。说实在的，在里面睡更舒服。黑曜有些不明所以。为什么？为什么我来了就只能和你在外面睡？合着他就是个外人是吧？只有他不能进去。这黑曜啊，他也不想想，你自己又不是人家的宠物，人家咋可能让他进去这么神秘的地方呢？哎呀，你别问俺为什么了，主人决定的事儿，俺没权利过问。花熊也不傻，知道黑曜是不可能认自己的主人为主的。再加上要是让黑曜进去，如果发现了他那些被盗的财宝在里面，然后一问是自己带着人去盗的，那不得拍死他花熊啊！所以为了场面和谐，他还是紧闭着熊嘴巴。没多久之后，冷月就拿着2只秘制烤鸡出来了。那你们2只吃吧，我进去睡觉了。就在冷月想要转身进去之际，黑曜咬着烤鸡可怜巴巴地说道：“女人，我也想进去里面陪你睡。”冷月以为是自己幻听了，挑了一下眉：“你刚刚说什么？要进去里面陪我睡？”黑曜点点头，表示就是这样。冷月上下打量了他一番，在想他是不是发情了。你还是老实和花熊在这儿睡吧，里面你就别想了。冷月说完就闪身进去了，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第2天吃完早饭之后，冷月便召集了所有的工人们，然后开始分配接下来的工作。当他们得知他们的工作是要修建城墙之时，脸上的表情都是显得惊恐万分，好似冷月在逼着他们造反一样。冷月轻睨了他们一眼：“我知道你们此时都很害怕，很疑惑。我想说，海域如今已经征得瑞王的同意才修建的，所以你们别胡思乱想。”说完，还拿出了和瑞王签的协议，给他们稍微看了一下。确实是瑞王的公章印，大家放心吧。队伍里有人说道。大家一听，原本悬着的心就落了下来。既然大家都清楚了，那现在就开始分配工作吧。最终232人，有132个男人被分配去修建城墙，剩下的100人分了20人建邻家的房子，期限是1个月建好，等他们建好再重新加入到建城墙的队伍中。然后再另外分出40人做后勤，专门负责去山里开采水泥的原料以及运送工作。剩下的40人全部都是女人，暂时负责开荒和春耕以及种果树，等后期有什么工作了，再把一些人分离出来。分配完所有工人的工作之后，冷月又特地交代了自己的人分别去带他们和管理他们。由于上次山里的铁矿还没有开采完，所以接下来还是要派人去的。不过说起这个，不得不提的就是一连去了2天开采铁矿，却没有见到之前怀疑拖走双头巨蛇的庞然大物出现，这让冷月的心一直悬着，生怕让工人们去开采铁矿的时候遇到危险。于是他打算等会儿带着黑曜过去看看，看能不能把那个东西赶走或者是杀死，不然留下终究会成为隐患。带着这个想法，冷月便准备等会儿喊着黑曜和他一起出发去那座山。走，黑曜，咱们去山里一趟。黑曜听后没有多想就答应了。见冷月要带着黑曜出去，林婆子便关心地问他准备去哪儿，
还问他今日会回来吃午饭不。娘，今天的午饭就别等我吃了，你们吃就好。我和黑曜在山上解决。那行，那你记得吃就好。于是就这样，一人驾着骡车在前面跑，一蛇在后面悠悠的游走。即使是悠悠的游走，但速度还是逼近骡车快跑的速度。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前面的女人正在被蛇追呢。看着冷月在疾风中肆意飞舞的发丝，黑曜突然觉得特美，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难不成自己的审美越来越人性化了？有这个可能。半个小时之后，一人一蛇就到了山脚下了。走吧，咱们上去。啊，女人，你还没说来这座山干什么呢？是不是那座山的猎物不多了，你才带我跑来这边打猎的？见黑曜这么想，冷月便顺着他的话，对，就是带你来这边打猎的。只不过嘛，打的是大型猎物。此时山里一个极为隐蔽的深坑大山洞里，一条巨大的花灰蛇正盘旋在一块成身黑色，表面却是泛红的巨大石块上闭着蛇眼休息呢。而它的下方赫然是躺着一条死去多日的同色巨蛇。突然他又闻到了外面飘来杀死他蛇公的人类的味道，咻的一下，他便睁开了如他身下石块一般黑红色的大蛇眼。花灰双头巨蛇看着下方了无生气的蛇的尸体，眼中爆发出惊天的恨意。女人，你还真是打得不一般的猎。这条双头巨蛇体型都和他一样大了，估计也是一条会修炼的蛇。对你来说不正好做你对手吗？你也是时候该测试一下自己的真本事了。花灰双头巨蛇见对方还有一条体型和他能比拟的大黑蛇，心顿时兴奋了起来。女人，小心点，那丑蛇准备喷毒液了。你说谁丑蛇？你这条黑不溜秋的蛇竟敢骂本蛇，本蛇看你活到头了。说完又是一发毒液喷去，要不是毒液是黑色的，冷月都怀疑他喷的是口水呢。见几发毒液都喷不中黑曜，花灰双头巨蛇开始转用武力了，一个闪身就扑咬向了黑曜。黑曜见他扑过来了，立马做出了应战，瞬间与他撕咬在了一起。黑曜一见自己受伤了，便也不藏拙了，很快对着那花灰双头巨蛇就使出了他的精神力攻击。黑曜见对方迟迟不倒，而且又好似恢复了正常的状态，便知道对方有抵抗精神力攻击的能力。女人，他竟然有抵抗我精神力攻击的能力。没事，你继续咬他，他的皮反正没你的厚。这话让黑曜的蛇身踉跄了一下，似乎这句话的杀伤力有点大呀。死女人，她就不能说是自己的蛇身坚固吗？用皮厚这个词是不是太低级了呀？喂，你这条黑蛇怎么是同类？那个母的是人类，怎么不应该互相残杀？你现在说这个会不会太晚了？刚刚不是要咬死我吗？而且我的尾巴还被你的毒液伤了。如果不是你先骂本蛇是丑蛇，本蛇会主动对付你。本蛇要对付的是那个母人类，他前几天把本蛇的蛇公给杀死了。如果本蛇不报仇，那还配活在这个世上吗？冷月一听对方提及到了自己，嗤笑道：你这条蛇好生奇葩，你那条蛇公自己先跑出来喷毒液给我们的，我不杀他，还能留着他杀我们吗？这话直接噎住了那条花灰双头巨蛇，好一会儿他才说道：那你就不能稍微放他一条生路吗？非要把他杀死才罢休。你这条蛇好生奇葩，你那条蛇公自己先跑出来喷毒液给我们的，我不杀他，还能留着他杀我们吗？那你就不能稍微放他一条生路吗？非要把他杀死才罢休。放火归山这个说法你是不是没听说过？况且你们蛇的报复心理本来就很重，放他回去再联合你来对付我们，那不是个很蠢的一个做法吗？女人，你别理这条奇葩的丑蛇了，让我咬死他。黑曜说完就快速的朝着对方的7寸之处扑咬了过去。花灰双头巨蛇见他谈不拢，便只能是硬着头皮和他战了，反正他也讨不了他的便宜。双方又缠斗了好一会儿，这眼看着呀，黑曜身上的伤口越来越多，冷月的眉头渐渐皱起，他在犹豫要不要用精神力把那双头巨蛇给弄死。但是冷月又怕使用精神力而被黑曜发现自己就是上次斗他墓的人，而且使用完精神力之后，后果同样也会和上次一样，会出现脱力的现象。要是黑曜知道了自己就是盗他墓的人，然后生气的对自己发起攻击，那他冷月到时候肯定危险呀。就在冷月犹豫的那一会儿，2条蛇身上的伤都添了几道。女人，
你站远一点，别被我和那丑蛇打动殃及了。见黑曜这个时候了还不忘了关心他，冷月的心软了几分。随后他不犹豫了，决定还是用精神力把那双头巨蛇给杀死。于是冷月他开始紧闭双眼，集中所有的精神力。很快的一个睁眼，所有的精神力朝着那条花灰双头巨蛇的脑中直线射去。等到花灰双头巨蛇反应过来要抵御的时候，已经晚了。女人，你咋了？你不要吓我！女人，你咋了？你不要吓我！没事，我就是脱力了。听到冷月这么说，黑曜的心才不慌了。意思是，刚刚那丑蛇的死是你弄的？不对呀，你都没靠近他。这话一出口，黑曜他随即似乎想到了什么。你有精神力？冷月此时也不担心了，虚弱一笑，然后定定地看了黑曜一眼，最后眨了眨眼。得知这个信息，黑曜顿时沉默的没有再说话。好一会儿，他才悠悠的开口：“你就是那盗我财宝的人嘞？”冷月此时不想说话，因为眼皮有些重了，于是微敛着眼眸，用手指轻轻地放在红润中透着苍白的唇上，嘘了一声：“别吵，让我靠着你休息一会儿。”黑曜看着他这般模样，竟是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异样之后，黑曜他轻叹了一口气。也不知道是不是使用精神力过度的后遗症太重，冷月没一会儿便睡死了过去。听到微鼾的声音传入耳中，黑曜轻轻地转动舌头，想要看看靠在他身上的人一眼。这一看，便没有再挪开双眼。鬼使神差之下，他伸出舌头，轻轻地舔了舔冷月的脸。睡梦中的冷月只觉得脸上一阵凉意，凉得他忍不住打了个微微的寒战。而正是这个寒战唤醒了沉迷的黑曜。只见他清醒之后，便圈着对方，不让他被微凉的寒风吹倒，然后这个姿势一直保持到了天边的太阳落下。醒了。听到黑曜那低沉的嗓音，冷月才想起靠着人家睡了好几个小时了，而且人家似乎还受了很多伤呢。你怎么样？伤口疼不疼？黑曜是想逞威风说不疼的，但蛇尾突然不小心被冷月的脚碰了一下，疼得他倒吸了一口气。见着他这个样子，冷月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呢？你跟我进去公寓里吧，我给你上一下药。你跟我进去公寓里吧，我给你上一下药。而这么一句话却让黑曜开心不已，他终于可以进去了吗？哇，女人，你这公寓太神奇了，好多东西我都没见过。冷月边找药边轻笑着说：“我很正常吗？咱们又不是同个世界的。”你不是这个世界的吗？你觉得我像这个世界的？黑曜摇头：“确实不像。这个世界的母人类没有冷月这么厉害，而且没有他讨蛇喜欢。那不就得了？”很快，冷月就把药找齐了，有最近冷酒配的，有之前在23世纪囤的。我现在给你上药，要是痛你忍着。那要是忍不住怎么办？黑曜听他上药的语气这么冷淡，便忍不住娇气。冷月睨了他一眼：“你忍不住也要忍。”好吧，这个女人语气冷习惯了，名副其实的姓冷啊。幸亏他黑曜知道这个女人心软善良，不然肯定很讨厌她的。随着药粉进入伤口，黑曜顿感身上生疼不已，特别是尾部那道被毒液腐蚀的伤口，一碰就疼。冷月察觉到他的疼，手上不自觉倒粉的动作轻柔了许多，几乎是一次一层薄薄的药粉。黑曜突然感觉没那么疼了，便抬起舌头看了一下，发现那女人的动作已经变得非常的轻柔了。他突然很贪恋这种有人照顾的感觉。你老是盯着我干什么？黑曜见这女人头都没抬，就发现自己在看他，心里不由得暗暗想：难道我的目光有那么炙热吗？我只是见你突然变温柔了，好奇而已。还不是见你这么大一条蛇了，还怕疼的不行，所以才轻点对你。直接说关心我不就得了，还扯那么多干啥？别废话了，你的伤口还有很多，还要上好一会的药，再磨叽下去咱们回去会很晚。听到冷月这么说，黑曜便乖乖的不说话了，但是目光还是不自觉的又放在了冷月的脸上、身上，仿佛看不腻一样。朱颜，你咋这么晚才回来？黑曜呢？他不是和你一起出去了吗？黑曜受伤了，在公寓里待着。这话一出，花熊显得十分的震惊，因为进到公寓里，那就代表了黑曜可能知道了他们就是当初的那批盗墓贼，
这让他咋面对黑曜嘛？别想了，上去房间睡觉了。行吧，船到桥头自然直。到了2楼的房间后，冷月便进去公寓，打算把黑曜带出来睡了。只见他一进去，黑曜那货就可怜巴巴地看着他。女人，你把我的财物也拿走了，兵器库也搬空了，现在我受伤了，你居然还要我出去睡？黑曜不知道冷月会不好意思，而他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不想出去睡了，他想要和这个女人一起睡。行吧，看在东西的份上，你以后来就睡在这里。冷月心里琢磨的是，反正就是放他进来睡个觉而已，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黑曜见自己的小计谋得逞了，心里开心的不行，但是为了不暴露自己得逞的开心样，他的面色还是和正常时候是一样的。而花熊在得知自己要一只熊在外面睡时，心里不知道是啥滋味。冷月因为平时当着花熊和凌波的面泡澡泡习惯了，所以黑曜在，他也没有避讳什么。当冷月脱掉衣服，不着寸缕地走进放好水的浴缸后，在客厅的黑曜突然像是被雷电击中一样，浑身酥麻的不行。随着咕噜一声喉咙吞咽的巨响传出，冷月闻声看了过去。你怎么了？肚子又饿了？黑曜怕这女人知道自己是因为看到她那火辣的身材吞了口水，所以忙顺着话说：我没事，只是渴了而已。冷月也没有多想，因为对于他来说，动物是不懂得人类的器官的，而且也不会对人类产生情愫，所以他根本没往那边想。黑曜突然感觉自己全身开始发烫，鼻子也流出了点点的血液。就这样，在黑曜自我的强行冷静之下，鼻血终于不再流了，但是总感觉身体还是有些发烫，不知道是不是还没有完全静下来的原因。这个时候，冷月也洗完澡了，穿上薄薄的睡袍就走过来了黑曜的身旁。女人，我总感觉我身体在发热，不知道是不是生病了。发热对你们蛇来说不是好事吗？不是好事儿，这是一件很异常的事儿。冷月挑眉。所以你想要冰块降温？哼，这个不解风情的女人。我想和你睡，你的体温对我来说就是冰凉的，这样可以降温，而且晚上还能照看一下我的身体。这事你别想了，不可能的。也不看看自己的体型多大，而且他的身体上还涂了药，只要一上床上，那床不是被他给弄脏了吗？哼，这女人真无情。翌日一早，冷月就被外头吵闹的声音给吵醒了。听那声音呀，好像是工人们恐惧的声音。那都是我们海域的宠物，另外还有一只熊和一条大黑蛇，大家以后见到也别怕，因为它们都通人性，不会乱咬人，除非有一些小偷小摸的人被他们遇见了，那就不好说了。还有，忘了我昨天和你们说的了吗？早晨不许吵吵闹闹的，这样会吵到我们的主子睡觉。冷一这话一出，人群中的吴小明不服气地说道：冷管家，我们也不想吵啊，只是猛地看到这么大的2头老虎，才吓得吵了起来嘛。换你也会吵的。看着他那作死的风头，他爹吴大友想立马拍死他，就不能忍着说知道了吗？非要计较说出来。不好意思啊，冷管家，我儿刚刚被吓了一下，所以现在口不择言，我今晚回去一定好好说他一下。行了，我们海域不是随便欺压工人的地方，下次都别这样顶嘴了，赶紧安静的干活去吧。大家伙一听便不在原地磨蹭了，都各去各的工作地方，开始了新一天的干活。客厅里的黑曜也是刚刚醒，昨晚他被梦折磨了一整晚，睡得不是很踏实。梦里他居然化了人形，然后和那个女人在一起了，2个人一起做了羞羞的事，那感觉简直是让他飘飘欲仙，恨不得永远在梦里不要醒来。可惜啊，天不如蛇愿，他刚刚突然就被外面嘈杂的声音给吵醒了，真是气死他了。这么美的梦，也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梦得到了。冷月开门出来，看到的是黑曜一脸怒气的样子，随即就想到了可能是外面的声音也吵醒他了。而黑曜见到他出来，怒气立马就收了起来。女人，你睡醒了？看着这脸色大转变的蛇，冷月的嘴角不由得抽搐了一下。谁能告诉他呀，这条蛇是不是会变脸术啊？随后看了他一眼，便走去洗手间洗漱去了。见到这个女人没有回答他，黑曜也不生气，反而欣赏起了女人穿着睡袍衣衫凌乱的样子，不由得让他再次回忆起了梦中的情形。这一回忆不得了了，整条蛇又开始浑身发烫了。果然酒色伤身呀。不过
甘之如饴咋整啊？嗨，我说你俩干嘛亲自来拉货呢？我家月儿和我说了，说你们到时候啊会派人过来拉的。本来呢，我们俩只是派几个伙计拉货就得了，但一想这么久都不见你们了，思念之情环绕在心中，所以啊，便2个人亲自过来了。钱如意立马随之附和。是啊，我俩觉得如果不亲自过来见你们大家一面，心里的思念啊一直挂着也不好。冷月一下来就听到了这谄媚到极致的话，所以不由得啧出声来。哟，冷姑娘想起来了，我黄某人都想念你了。是啊，我钱某人也想念你了。冷月瞥了他们俩一眼。得了，我又不是不认识你们，你们有没有想我，我可是知道的一清二楚。等会儿拿了货就走吧，这次就不留你们吃饭了。冷月他敢肯定，这俩货肯定是已经知道了他们海域如今可以修建城池的消息了，不然以着他们这种唯利是图、贪生怕死的性子，又怎么可能突然变得这么谄媚呢？哎呀，我俩来者是客，就留个饭嘛。哎呀，月儿啊，哪有不留客人吃饭的道理？就让他们留下来吃饭吧。其实呀，刚刚冷月是故意那么说的，他知道这2人的性子肯定会想留下来的，所以想故意给他们来一个下马威，让他们知道上次的态度得罪他冷月了。冷姑娘，林老夫人都发话了，你就让我们俩留下来吃个饭再走呗，而且我们还有事找你聊呢。你们要确定是聊的正事，别给我整一些有的没的的。那是肯定的，绝对是正事儿。行吧，那就暂且信你们一回。于是就这样，黄金宝和钱如意留在了海域吃中午饭。女人，我都快饿死了。冷月闻言看了他一眼，这不是给你端过来了吗？我自己都还没吃呢。黑曜听他说他还没有吃饭呢，就笑着让他赶快回去吃吧，别饿着肚子了。看到他这么关心自己，冷月便没有和他计较了。其实我用人参炖的，你记得吃光，这样身体才能好得快一些。这话一出，黑曜开心的舌嘴都咧得大大的，看起来像个二傻子一样。一顿饭过后，冷月、黄金宝、钱如意3人便在客厅里谈起了正事儿。冷姑娘，黄某2人已经商量过了，打算还是在你们这海域建2栋房子，您看怎么样？意思是你们不落户，还是当做用来度假游玩的是吧？对的，我们就用来度假游玩用。行，既然你们决定了，那我也不会强求你们，只有一点，以后别后悔就行了。冷姑娘，我们不会后悔的，我们打算过几天就动工，怎么样？这几天动工还不行，你们等1个月之后再动工。为啥？为啥？一是我们的工人暂时挪不开身去给你们干活，二是你们要是再雇工人过来，没人看管，到时候乱套子或者整什么幺蛾子，我们海域岂不是一片乌烟瘴气的？再说了，你们也不急那一时半会。俩人一听觉得也是，便就答应了1个月之后再动工。你们到时候建房子的地我已经规划好了，统一建到海域的东边，那边我打算全部用来做游客区，而且房子的外表也统一样式，里面的装修我可以不管，你们按照自己品味装修就好。冷月此话一出，两人都是相视了一眼。那冷姑娘，房子的图纸可以给我们俩先看一眼吗？房子的图纸还没画好，不过你们放心，我既然用来是做旅游区，就不会建一些不好看不耐用的房子，你们要是不相信可以不建。俩人听到冷月都这么说了，也没有执意要看图纸了。既然如此，那我们就相信冷姑娘，毕竟你们家的房子都建得这么好，我们大家的应该也不会差。冷月轻笑，知道他这是什么意思。那冷姑娘，既然房子的事情解决了，货物这边便给我们吧，我们要运回去了。行，反正时间也不早了。随后便让他们俩跟着他上去了2楼搬货下来。于是俩人把货物搬下去之后，便告别回去了。而此时，外面突然传来了凌波和阿威极为严肃的呼啸声，紧接着一阵打斗声响起。仔细听啊，有刀剑犀利摩擦的声音，也不知道那批来人的武力如何。于是他担心自己的人受伤，立马披上衣服就闪出去了。黑曜看着快速闪身出去的女人，心里是有些担忧的。虽然知道冷月她的实力在那儿，但还是忍不住的担忧。他感觉他整条蛇已经磨上了。你们下去吧，这里我来就好。冷三和冷四见到主人过来了，便退到了一旁。你们是不是江府派来的？那些杀手默默不吭声，手里的刀不动声色地紧握了一下。冷月见他们不肯回答，便冷笑：行，不说也没事儿，
你们就等着等会儿被送去山里喂狼吧。杀手们见到冷月这么狂妄，便不再磨蹭了，使了个眼色，便集体挥刀向着冷月劈去。冷月也不打算用武力解决了，随着他的眼睛一扫而过，他们很快就扑通的倒地了。冷九，你带着冷三和冷四下去上药包撒，冷六、冷五，你们把其中一人绑起来丢进院子里，其他人拖上骡车，然后把他们扔去山里喂狼。冷六的胆子比较小，也没有做过这种事儿，不由得哆嗦道：主子，要不让凌波和阿威陪我们两个去吧。他这话一出，冷月白眼翻起，但最后还是让凌波和阿威和他们一起去了。待院子里处理好那些黑衣杀手之后，冷家人和林家人才后怕的走了过来。月儿啊，这些个黑衣人是什么人呢？这为什么拿着刀来咱们家海域啊？啊？估计是江府的人，我明天起来再审问一下留下来那个人，然后确定一下。如果是的话，我定饶不了江府的人。冷月此话一出，林刚和何秋娘他们都劝冷月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还说人家毕竟是一方县令啊，是瑞王的下属，要是真动了他们，那瑞王估计不会留情面放过他们海域的人的。大舅、大舅娘，你们这些事情就不要操心了，我做事是有原则，也有把握与思量，你们的担心是多余的。随后说完便催着大家回去休息了。女人，外面的事情处理了，你没事吧？冷月打了个哈欠，我能有什么事啊？说着便不理黑曜，回到卧室睡觉去了，因为他明天还要去景和县办事呢。其实太困了，冷月便忘记关卧室的门了。一会儿之后，黑曜似乎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于是他的眼珠子转啊转，决定等一下，等他睡着之后便溜进去陪着他一起睡。一想到等会儿可以和那个女人睡，黑曜他的蛇身又开始慢慢的发烫了起来。反正只要明天早点起来溜出去，那女人就不会发现自己偷偷进去陪她睡了。嘿嘿。很快的，冷月微酣的声音传了出来，黑曜一听便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随后他轻轻的游了进去，靠着能夜视的蛇眼，准确的爬到了冷月的床上。一靠近，他就闻到了一股迷人的香味儿。闻着这个香味儿，黑曜他又突然感到无比的幸福，于是他打算又凑近闻一闻。结果他刚凑近，床上的人就突然翻了个身，他呆住了，因为他看到了两坨白嫩嫩的山峰，而且正对着他的嘴。这不接受邀请的话，恐怕不好吧？黑曜看着这一幕，眼睛瞪得很大，呼吸也慢了，但幸好理智胜于邪念，他决定还是要控制住自己，因为很担心那个女人突然醒来发现了他。虽然不能品尝，但是头还是可以贴贴的吧。于是乎，睡梦中的冷月突然就感觉一道微微的凉意袭来，而黑曜嘛，头贴着女人软软的身体，只感觉人间美好啊。他决定了，今晚啊就这样贴着她睡觉了，反正自己又不干什么，那个女人要是看到自己睡在旁边骂她，那自己就说梦游了呗。第二天一早起来，冷月望着睡袍敞开的身体，眉头不由得一皱，难道昨晚他做春梦把自己的睡袍扯开了？一想到可能是这样，他的脸顿时难得的红了又红。想不到他从来没有碰过男人，却变相的在梦里发生了那啥。随后甩开满脑的旖旎，起身便下床走了出去。冷月一出卧室，就看到黑曜背对着他，然后死气沉沉的盘旋在冰凉的地板上。更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周边布满了点点血迹。冷月被他这副模样给吓了一跳，忙喊了他几声：“你怎么了？为什么流这么多血？”“没事，上火了而已。”早就想好理由的他闷声回道：“可不是上火吗？昨晚头贴着他睡了一会儿之后，脑子就越来越清醒，然后便开始胡思乱想，最后就发觉自己的蛇身是前所未有的烫。为了不烫到女人，他就赶忙溜了出来，一出来鼻子就开始冒血，仰头都止不住。于是就这样，他被鼻血折磨了整个下半夜。冷月还是第一次听到说蛇也会上火呀，而且还是春天，这弄得他实在是诧异不已。那我等会煮点下火的草药给你喝。行吧，只能这样了。外头的冷月已经吃完早餐了，如今正在院子里准备审人。意思是江府即将过门的少夫人给钱雇你们夜杀阁的杀手过来杀我的是吧？黑衣杀手点头表示就是这样。那行，
你等会儿呢，随我去江府对峙，对峙完我就放你回去。黑衣杀手有些左右为难，因为如果去对峙的话，那他们夜莎阁的名声就可能在业内不好了。可是不去的话，那他就活不了了呀。于是最终，黑衣杀手在夜莎阁名声和活之间，他选择了活。其实冷月也不是非要他去对峙不可，没有他，自己一样可以教训江府的人。只不过若是有了他，那自己可以更加名正言顺而已。于是冷月也不再耽误时间了，快速拉上他，又通知了家人，便就驾着骡车走了。1个时辰后，冷月带着人来到了江府的大门口。哎，你是什么人？带着这个黑衣人来江府门口干什么？冷月见到他们这个态度，突然忍不住冷笑了几声。看来江府里里外外上上下下都已经烂到不能救的地步了。也罢，对待你们这种人就不能太和气了。说完就一脚一个朝着他们踹了过去。踹完之后，冷月看都不看他们一眼，便带着黑衣杀手进去了。你这个女人，为何跑来江府逞凶？谁给你的狗胆？给本官捆了这个恶毒的女人！哼，你确定要让人捆我？哼，你以为你是谁啊？本官要捆你，还需要怕？别以为你长得美，就奢望本官饶恕你。老爷，您还和这女人说什么呀？赶快给她点颜色瞧瞧。你没看到柳叶姐姐都成这副鬼样了吗？动手吧！家丁们这次没有丝毫的犹豫，一个快步就来到了冷月的跟前。就在他们伸手想要把冷月抓住的时候，冷月动了。只见冷月一个横扫，瞬间就打下了5、6个人，再是一个连环踢，又倒下了7、8个，如此反复，江府的大院内很快就是东倒西歪一大片了。江琪和小妾们大惊，而后纷纷吓得后退了好几米。你知不知道这是哪儿？本官可是景和县的县令，得罪了我，不光你，你的家人也会受难。本官劝你想清楚。你放心，我的家人不会受难，倒是你估计要大难临头了。哭什么哭？再哭就把你们的嘴缝上。早知如此，又何必当初呢？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做的事情承担后果，因为不是每一个都能侥幸逃脱上天对你们的惩罚。随后睨了他们一眼，嗤笑道：现在见了棺材才落泪，太迟了。说完就转头对着一旁的黑衣杀手说道：你回去告诉你们阁主，以后海月的单可别再乱接了，不然我会让他终身难忘的。冷月说完很快就走出了江府的大门，然后驾着骡车潇洒离去。他今天还有个正事儿呢，那就是得去牙行再买一些仆人与婢女。待冷月走后，江府的仆人们和家丁们开始面面相觑。他们心想啊，既然县令都要被罢官了，他们还留下来干什么呀？留下来也没有月银发给他们了，还不如大家伙偷了卖身契跑路呢。怎么想就怎么干，反正大家这会儿也不惧他们曾经的主子了。仆人们和家丁们控制住了欲望，只是拿了自己的卖身契撕了，没有动手去偷那些财物，因为江府的这些财物过2天有可能会被瑞王抄家拿走的。如果他们现在偷了那些财物，被抓到的话是要坐牢的。他们可不想刚自由又被收监了。老爷，您说我们要不要把家里的财物收一些藏起来呀？柔妹小心翼翼地问道。江琪被他这么一提醒，才想起确实要为自己后面的生活做准备了。丽儿，走，咱们去把家里藏着的几箱银子搬走。他的话音刚落，门口就突然传来了让他们闻风丧胆的声音。走到一半我才想起，万一你们趁着这2天挪走了江府所有钱财，那我的初衷可就违背了。毕竟我说过要你们尝试一下做普通百姓的滋味。最终在江家所有人呆滞的目光下，冷月搬走了江府所有的钱财。而这些钱财嘛，冷月可不打算给花元瑞了，他要把这些当作他被江府的人骚扰的精神损失费。哇，主子，想不到您的府邸这么好，奴婢还以为您的家境不是很富裕呢。这个时候，冷家人听到动静都出来了。月儿，你回来了。小林氏也笑呵呵的附和：是啊，小姑，这些就是你今天买的婢女和仆人吗？都长得挺讨喜的呢。哎呦，可不是嘛。接下来呀，你们就好好干活，咱们海域不会亏了努力干活的人的。林婆子和小林氏的这番话让刚到的10个人都是腼腆的笑了。他们隐隐觉得这里将是他们最好的归宿。很快的，冷一和冷二走了过来。你们跟着他们2个走，他们都是咱们海域的管事。夜半，女仆人宿舍里，罗南躺在比他以往仆人宿舍的床还要好的床上，兴奋地翻来覆去睡不着觉。
你们说怎么突然这么好运呢？买咱们的居然是海域的城主，而且吃的又好，住的又好，真是太幸运了吧！罗南感觉自己一辈子的气运都用在了这件事情上了，不仅摆脱了在牙行的苦日子，还拥有了一个长得美、身份地位又高、人又好的新主子。是啊，咱们真幸运。目前来看，这里无论是主人家还是那些和咱们一样的仆人，为人貌似都很好，一点也没有之前在叶府那么压抑。说来，他们这一批奴隶原本都是三品官员叶剑群家的家仆。这个叶剑群不是别人，这个是华元瑞府上叶流熙的父亲，曾经也是华元瑞手底下的重点官员。我说姐妹们，咱们还是别议论那些是非了，赶快睡觉才是最正确的。明天咱们还要早起伺候主子们呢。几个人对于他的提醒有听进耳朵里，所以很快便不再说话了。